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家事法庭獲金鷹獎提名，龔俊任免背後的故事太戳心。8月25日傍晚，提名消息傳開了，當天北京下了一場急雨，雨水打在最高人民法院大樓的玻璃上，整個下午都在響。劇組群裡瞬間熱鬧起來。導演謝東昇當時正在剪輯房丁後期，手機不停震動，他看了一眼，沒說話，接着看屏幕上的畫面。那是一場離婚官司的庭審戲，原被告在法庭上吵得滿臉通紅。鏡頭推到龔俊飾演的法官臉上，他的眉頭凝成了結。後來接受採訪時，謝東昇說，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提名證書，而是去年冬天在江西一家基層法院採風的經歷。有位女法官遞給他一杯熱茶，那位女法官告訴他，我們這裡一年要審300多件家事案子，有的案子光是調解就要來回跑7、8趟。這部劇能走到今天，靠的確實不是運氣。從立項到殺青，前後折騰了差不多3年時間。編劇張啟敏帶着團隊走進全國10幾個基層法院的家事審判庭，翻看了上千本案卷，採訪筆錄積累了200多萬字。劇中讓觀眾特別有感觸的爭奪撫養權橋段，原型來自江蘇南通的一起真實案件。母親因為經濟條件不好被判失去撫養權。庭審結束後，她跪在法庭門口哭到說不出話。法警扶了3次都沒扶起來。張啟敏把這個細節寫進了劇本，但做了一個改動，劇裡的母親沒有跪下，而是站起身來，朝法官鞠了一躬，說了一句謝謝您讓我說完。任敏在劇中演書記員林小滿，有一場深夜加班整理卷宗的戲，桌上攤開的離婚調解書上，當事人簽字的地方皺巴巴的，像是被淚水泡過一樣。任敏說那場戲拍了6條，不是演不好，而是每次看到道具卷宗上的褶皺，他就想起在法院體驗生活時見到的真實卷宗，那些紙確實被揉過、被捏過、被眼淚浸透過。為了還原法庭的真實感，美術指導專門從河南一家庭用法院的倉庫裡找來20多張老式審判桌，桌面全是煙頭燙痕和茶水漬，漆皮掉得很厲害。美術組用砂紙打磨了3天，最後還是決定保留那些痕跡。謝東昇說，這才是真實的法庭。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條文，它是被人用過、摸過、罵過，也被感激過的東西。3月開播那天，央視一套的收視曲線從第1集就開始上漲。中國視聽大數據後來給出的數字是 3.052%， 這個數據是什麼概念呢？同期播出的幾部頭部劇集，最高也不過 2.1%。更誇張的是，首播總收視人次達到 5.7 億，相當於全國每3個人裡就有1個人看過。豆瓣開分 7.4， 算不上爆款分數，但在法治題材裡已經是天花板水平了。評論區點讚最高的一條寫着，我媽一邊看一邊罵裡面的渣男老公，罵完又偷偷抹眼淚，說其實那個妻子也有不對的地方。下面跟了2000多條回復，有人說我媽也是，還有人說我爸看完沉默了3天。新華社的評論文章裡有句話說得挺準，家事法庭之所以打動人，是因為他沒有把法官塑造成高高在上的裁判者，而是還原成了普通人。龔俊飾演的法官羅遠，有一場戲是他下班回家躺在沙發上刷手機，妻子端來一碗麵，他吃了一口，突然說，今天有個當事人跟我講，法官，我不是來離婚的，我是來求救的。這句話來自真實案例裡一位女法官的原話。張啟敏寫進劇本時，一個字都沒有改。6月在澳門舉辦的班采羅獎上，張啟敏拿下新時代最佳編劇，任敏獲得新時代最具影響力女演員。頒獎那晚，任敏在台上哭了，
他感謝那些願意把傷疤撕開給他看的當事人，說他們教會自己，真正的勇敢不是打贏官司，而是走進法庭的那一刻。台下坐着管虎，他是這部劇的藝術監製，全程沒什麼表情，但散場時有人看到他眼眶紅了。金鷹獎提名名單公布後，網上又起了爭論，有人覺得這劇太煽情，刻意放大苦難，也有人反駁說，現實比劇裡殘酷100倍。爭論最熱鬧的一條帖子下面，有網友留言：“我爸媽就是在家事法庭離的婚，那年我12歲，看了這部劇才明白，原來那天坐在上面的法官，可能也在忍着眼淚。”這條評論被點讚3萬多次。頒獎典禮定在長沙，具體時間還沒有公布。劇組的人說，不管最後能不能得獎，都已經值了。謝東陞在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，是拍攝期間在法院門口拍的夕陽，配文只有2個字：值得。評論區裡，龔俊回了一個握拳表情，任敏回了一朵小花，高鑫則留言說，下次拍續集，我來演那個最壞的老丈人。